这是一头刚出生不久的小奶猪，然而让主人苦恼的是，他一直都不知道自己是头猪。小猪名叫乔治，平时最喜欢独自一猪四处溜达，有事没事就溜进羊圈偷吃羊群的食物。羊群们都很不待见这个不速之客，可看对方一副镇定自若的模样，一时间也不敢贸然上前，只能气得在原地直跺脚。乔治就这样肆无忌惮享用起羊群的美食，或许是行为实在太过嚣张，其中一头羊越想越来气，忍不住冲上去对着猪屁股就狠狠撞了上去，这可把小猪吓坏了。农场主说乔治其实很可怜，刚出生的时候母亲就因难产而去世，其他兄弟姐妹也没能活下来，导致小猪刚出生就无依无靠，最后还是他们代替母猪将它喂养长大。可由于长时间跟人类相处在一起，让小猪产生了一种认知上的错误，它至今为止都以为自己不是头猪，就连生活习性也跟同类大不相同。现在正处于炎热的夏天，要知道它们没有具备人类强大的汗腺，大多数猪都喜欢在泥巴水里面打滚，把身体裹上凉爽的泥巴用来散热，而乔治就偏偏不喜欢，即使主人强行将它抱进去，它也会跑出来，可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。主人特意买来了干净的泥沙，让乔治先用干沙适应，然后再往里面偷注水。因为习性不同，他和其他同伴关系很不好，甚至还会遭到族群的排挤，就连猪群们进食时也会将乔治拒之门外。可怜的小猪只能在一旁捡他们吃剩下的，因此乔治更不愿意亲近族群，大多数时候他都是独自趴在地上思考猪生，宁愿孤独的出众，也不要庸俗的与猪为伍。他唯一的玩伴大概就是自己的主人，每天像个粘人的小妖精一样粘在主人身边，每当被主人抚摸肚子时，他就会跟小狗一样瘫倒在地，四肢朝天露出圆滚滚的肚皮，然后舒服地眯着眼睛享受起来。为了帮助小猪重新融入族群，让他深刻明白到自己也是一头猪，于是主人买来了五颜六色的球撒在地面上，猪群们包括乔治都被瞬间吸引而来，然后愉快地玩耍到一起。久而久之，大家也慢慢习惯了小猪的存在，猪群们也算是接纳了乔治。不过小家伙始终和猪群们保持着一段距离，或许他早就知道自己是一头猪了吧，不过他立志要当一头宠物猪，而不是未来的火腿猪和烤乳猪。这只喜鹊鬼鬼祟祟地跳上长椅，小男孩一转身顿时被吓得尿不湿都尿湿了，而这只喜鹊简直是胆大包天，居然又飞到小女孩的头上叽叽喳喳个不停，结果小女孩也被吓得当场哭了起来。短短1分钟，喜鹊愣是接连吓哭了2个孩子，他望着哭泣的孩子直接懵在原地，似乎也意识到自己热情过头了。那么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？原来这只喜鹊是小区里的社交达人，他就住在小区中间一棵歪脖子树上，因为性格亲人，跟谁都是自来熟，尤其是喜欢跟小孩子们玩闹，只要有人在他家门口伸手，喜鹊就会主动钻出来站到手臂上欢迎，因此常常有人特意赶来和他拍照留念。据小区住户们说，这只喜鹊不仅不怕人，还非常的亲人，只要有人坐在椅子上，没一会儿喜鹊肯定就会过来，甚至会站在脑袋以及胳膊上和你互动。为了验证这一现象，小女孩坐到椅子上只是倒数了3秒钟，果不其然，这只喜鹊就蹦蹦哒哒跑了过来，直勾勾地望着小女孩和她深情对视，并且只要你给的关注越多，喜鹊就会越开心，越和你亲近。由于喜鹊活泼亲人的性格，很顺利成为小区居民们的团宠，更是俘获了一众阿姨们的芳心。喜鹊的出现也让小区公园成为了一个独特的风景。很快专家得知消息后赶了过来，专家表示喜鹊生性警惕，一般都会远离人类，但这只喜鹊的行为却和它的天性相反。通常喜鹊为了预防天敌会将巢穴安置在比较高的地方，而它却恰恰相反，挑选了比较矮的歪脖子树，这显然是为了方便人类来他家找他玩。这一系列反常态的行为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专家通过一番观察猜测，喜鹊是被人类养大的，并且它背后的主人很可能就住小区里。果然，喜鹊的主人出现了，只见小家伙蹦跶飞到一位大叔的手上，甚至还无比亲密的撒娇卖萌起来。原来喜鹊小时候被大风从巢穴里刮了下来，小家伙躺在地上奄奄一息之时，是大叔发现了他。大叔出于好心，便暂时将他带了回家，并且每天好吃好喝伺候着这个小家伙。在大叔的悉心照料下，小家伙一天天长大，直到喜鹊成年后，大叔决定将它放归野外，给它自由，毕竟大自然才是它真正的家。可万万没想到的是，这只喜鹊怎么都不肯离开，无论大叔怎么驱赶都赶不走它。在察觉到大叔不让自己回家后，倔强的小家伙竟直接在小区里找了棵树住朝安家，这是铁了心要赖在大叔身边，永远不分开。在喜鹊的心中早已把大叔当成父母般的存在，大叔见此情形也无奈，让他在小区里住了下来，每天都会抽出时间来看望他。可让大叔没想到的是，由于喜鹊被自己养大不怕人的原因，小家伙很快和小区的住户们打成一片，如今更是成为了大伙们的团宠，不需要大叔投喂就有很多人给他带食物，每天都有好心人带好吃好喝的来投喂他。小家伙吃饱喝足后就去找小朋友们玩耍，就此过上了衣食无忧的惬意生活。现在喜鹊已经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地盘，其他鸟类在附近停留觅食的话，小家伙就会第一时间上前将它们驱赶出去，因为这里的食物和人们的宠爱都是独属于它的。
之后，兽医对这只吃百家饭长大的喜鹊做了检查，发现小家伙除了翅膀飞行功能较弱外，其他的身体部位都非常健康。喜鹊能一直在小区里和人类和谐共处，也算一段佳话。然而，专家对此却持反对的态度。他表示，人们经常投喂喜鹊并非好事，人类的投喂只会让它习惯饭来张口的生活，导致它几乎失去了独立捕食的能力。倘若哪天它飞出这片区域，将会面临更大的困难。因此，希望住户们不要再投喂喜鹊。大叔为了让喜鹊能够独立起来，于是在小区中间立了一张广告牌，用来号召附近的居民停止对喜鹊的投喂，希望喜鹊能明白大叔的良苦用心，能尽快学会独自生存的能力，早日翱翔于天空，去追寻属于自己的生活。不过看到最后，我也没有想明白，让吃百家饭长大的喜鹊重新独立究竟是对是错呢？这几只小老虎前一秒还龇牙咧嘴凶的不行，下一秒就被抓住了命运的后脖梗。当医生拿出2米粗的针管后，竟直接被吓得夹紧了双腿，就连耳朵都变成可爱的飞机耳。刚才那股嚣张跋扈的气势荡然无存。老虎一胎正常在2到3只，但万万没想到它这一胎竟生了5只，就连饲养员都感叹虎妈实在是太能生了。虎妈望着5只在自己身上爬上爬下的小虎崽，原先神采奕奕的瞳孔已经失去了焦距，此时他感受到了无边的绝望。不过几只小老虎由于第一次接触外面的世界，一个个紧张地蹲坐在洞口，打量着不敢